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Rosie。前几个月回家给爸妈置办了一些新的生活伙伴，这期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认为对提升生活品质非常有帮助的2款产品的测评和购买心得。此外，也会和大家分享我在北京机场免税店购买的护肤品的价格，给大家做个参考，你可以比较一下，看在哪里买更划算。我自己本身是多年在使用戴森的吸尘器，在为父母选购的时候，我没有考虑其他的品牌，就直奔戴森。我选的是 V12 Detect Slim Fluffy。戴森的好用之处想必不用我多说，那我着重讲一下，作为一个已经使用戴森吸尘器多年的人， V12 有哪些改善和进步以及缺点，值不值得我们去购买或者升级，以及如何比较和选购适合自己的吸尘器的型号。我自己的吸尘器是 V10 Cyclone Detect Slim Total Clean， 它因为没站稳摔过很多次了，有很多伤口，但是依然坚挺。我们就是刀疤戴森。整体 V12 要更加的先进和便捷。它和 V10 的不同之处，首先在于开启方式。V12 的桶身上有一个按键，通过按键来开启和关闭，而 V10 的开关是在把手的内部，开启时和使用过程中要一直按着，不按的时候会停止工作。虽然也很方便，但我在一开始用的时候是经历过一段磨合期的，习惯之后也就好了。那我觉得 V12 的按键式开关会更友好一些，不用花时间去适应它。V10 有3种吸力强度可选，这样来调节。在这里有显示电量和过滤器清洗提示的灯，电量的显示有3个程度，运行期间会一直亮着来显示剩余度，充电时闪烁，充满后灭灯。V12 在主机顶端有一个 LCD 屏，这里类似一个信息中心，会实时显示吸入灰尘的大小和数量。这个数据其实我没有特别的去留意过，我觉得没有那么的重要，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比较 fancy 的附加功能或者一个 bonus。 显示屏下方有一个按键，通过按键来选择吸力强度，并在选中之后会精准显示在当下的模式电池还能运行多长时间。一共有3种模式，节能、自动、强效。自动模式下呢，吸尘器识别到灰尘浓度更高时，它会自动增加吸力；识别到浓度低时，会回归到节能水平。在用这个模式的时候，会有一点减弱我的清洁效率，因为我需要去适应它的反应速度。但相反，在我用 V10 或者 V12 的节能模式时，我会无所顾忌地掌握自己的速度，通常我是很快速的刷刷刷。V12 的光学探测功能是 V10 没有的，这个功能在我尝试使用它之前是不以为意的，但在使用过之后，我觉得太令人震撼了。地上的灰尘一览无余，肉眼看不到的东西都能照出来。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，就是晚上不开灯也能打扫，甚至效果更好。一直以来都有2件事情让我感到非常疑惑。第一个是我们怎么会制造出这么多的生活垃圾？第二个就是家里的灰尘到底是哪里来的？当你拥有这个光学探测功能之后，这个疑惑甚至会加深。即便我早上把家里都吸尘干净，到了下午打开探测灯就能看到又有灰尘了。这个功能是可以选择开关的，开关在吸头的其中一端，但我就一直让它处于开启的状态。它能让你更加目睹灰尘的消失，在心理上会增加一种说不上来的 pressure 和打扫过后的愉悦感。它自己证明自己打扫的有多干净。这个灯呢，对吸尘的效果没有任何影响，不开启并不会减轻清洁力度。我觉得它的好处在于能让你看到哪里还是脏脏的，有没有 miss 掉的地方。反正用过之后我会有点依赖，在用 V10 的时候非常想念它的存在。
V12还有一个优点，就是它的配件更有质感，并且有了很多贴心的细节上的改善，比如这个缝隙吸头，旧版就是直直的，新版呢是可以拐弯的，这样就能触及到更加刁钻的角落。这个螺旋形吸头用来清洁长发和宠物的毛发，可以防止缠绕。还有这个软毛除尘刷，它可以在不伤害的前提下清洁键盘啊、屏幕啊，还有当时导购跟我说的，可以用来清洁空调的出风口，非常的方便。我觉得这几个改善都非常棒。V12的重量和体积都比 V10 小了很多，使用起来非常轻便。它的整个主体和主吸头都比 V10 瘦了一圈，可以触达更加窄小的空间。在用 V10 的时候，我能明显感觉到它笨重了很多，我觉得这是 V12 不可忽视的优点。但这也导致了一个不可避免的缺点，就是 V12 的集尘筒很小，容纳不了太多的灰尘，需要更加频繁的去清除。再就是它的工作时长，当然我必须说明 V10 我一直用的是最节能的模式，可以撑很久很久，而 V12 我一直用的是自动模式。如果 V12 一直用节能模式，能撑多久我还不好说，但我总觉得它没有 V10 那么能扛。但官网显示这两个的续航时间是一样的，它们充电的方式和接口是一样的，都是在这个地方插电，也都有可以钉在墙上的充电和储存装置。有一个型号是 V10 Digital Slim， 和我的这个 V10 完全不一样哈，那个巨迷你，用起来很省力，甚至可以举过头顶。它的优点基本上就是轻和小，没有光学探测功能。V11 和我这个 V10 的体积很像，吸力更强，有 LCD 屏，也没有光学探测功能。V12 轻巧，拥有光学探测功能。国内的 V12 还有一款洗地吸尘器，它多了一个洗地的地板吸头。我父亲呢是有拖地的习惯的，他很喜欢拖地，那我们不想要剥夺他的这个乐趣，所以没有选择这一款。但如果是我个人的话，我会选这个，因为我觉得传统的拖地方式很麻烦，还要存储另外一套工具。而这款 V12 洗地吸尘器就把吸尘和拖地的功能结合在一起，只是增加了一个吸头，这样存储就很方便，操作起来也更省事儿。V15 和 V12 的功能差不多，但是吸力强大很多，桶身也更大也更重。如果你现在在 V10 和 V12 中间选，我会推荐 V12， 科技的成果和细节的改善还是非常让人享受的。V12 和 V15 比较， V12 轻但是桶身小， V15 则比较扎实。目前最新的型号 G5， 它的马达和吸力是最强的，甚至可以捕捉病毒，续航时间更久，桶身很大，但它也很重，比 V15 还重。如果你的预算足够，当然型号越新越好，功能越多越好。如果你的目的很简单，只是想要把地板吸尘干净，那么任何一款的效果其实都很好，都可以满足日常的清洁需求，没有必要买最贵的。我买 V12 的时候刚好有商场的活动，比原价便宜了1000块，而 G5 没有优惠，这样前后就差了整整2000块，我就觉得没有必要买 G5 了， V12 已经非常好了。撇开花里胡哨的附加功能，吸尘器最基本的功能就是让你的环境变干净。如果你现在的吸尘器还能胜任这个工作，那完全没有必要为了升级而升级。我依然非常爱我的 V10。还有一点就是它们的配件都是可以单买的，如果你有任何部件坏掉了，
不需要整个扔掉换新的。像我的集尘桶坏了，我就在官网单独购买了一个桶，感觉我的 V10还能再挺100年。这也是为什么我非常喜欢戴森，没有什么后顾之忧，你能想到的他们也都想到了。从大局观来说，这种方式也更加的可持续。英国的官网商店的配件是比较齐全的，但我发现不同国家好像不太一样，所以要看你所在地的具体情况。这次回国还给父母更换了一款电子门锁。一开始我在网上看到了很多不同的品牌，眼花缭乱。后来我们邻居和亲戚都给我推荐了小米，我就决定集中精力研究小米的门锁。要完全理解它们的区别，我还是花了一些时间，最终选择了全自动智能门锁 Pro 版。首先，它配备了感应式电子门铃，当有人靠近门口时，门铃灯会自动亮起。开门方式有很多种，包括指纹、密码、NFC、蓝牙和备用的应急钥匙。最常用的当然就是指纹识别了，灵敏度和准确性都非常高，用起来非常便捷。这款门锁的全自动意味着在关上门的时候，它会自动上锁，无需人为的再次扭动门把手。Pro 版相对于普通版多了一个猫眼的功能，它允许你通过手机实时监控门外的情况，还能语音通话。在检测到门外有人长时间逗留时，会在手机发出警报，同时能够查看录制下来的视频。这项功能主要通过米家 APP 实现，任何手机都能下载。在 APP 里可以创建家庭成员的档案，为每个人录入指纹和他们自己熟悉的密码，最多支持20个用户和50个密码，还可以生成临时密码，以方便朋友或者家政人员的进出。出门时需要留意使用哪只手来避免被夹伤，像我家这个开合和方向就要用左手开，右手的话就会被挡住。从里面开门时，要确保有手指放在把手的内部，然后用大拇指按下开门键才能打开。如果内部没有感应到有任何的东西，仅按下开门键是无效的。这个细节是为了防止误触开门键而制定的，我个人觉得非常实用。这里是应急开关，没电时可旋转进行解锁。这里是2次门锁，激活后门将无法再次打开，可以通过长按来关闭。这个盖子其实很容易取下来，里面装有电池。门锁和摄像头使用不同的电池，所以不必担心它们同时没电。门锁使用8节干电池，购买时包含在内，续航时间最长达12个月。摄像头使用可充电的锂电池，续航时间为3到5个月。电池更换非常简单，而且会在电量低时发出警报。如果不幸电池耗尽时人在外面，也可以用应急钥匙来物理开门，因此最好不要把应急钥匙放在家里。小米还有2款人脸识别智能门锁， X 型号是除了面部识别外，还具备猫眼的功能，当然这个价格也相对比较高。虽然人脸识别非常便捷，但我们怕存在一些安全隐患，所以并没有选择这2款。通常情况下，购买后的第2天产品就会送达，然后再过1天进行安装。但我们那天的购买和安装效率特别高，当天我们购买的门店刚好有存货，我们当即就把产品自行带回家了。离店后，安装部门就联系了我们，安排安装师傅上门。师傅到达家里的时间几乎和我们同时，他很快就帮我们安装并教我们怎么使用，整个过程非常顺利，服务也很到位，我们非常满意。总的来说，电子门锁真的是太方便了，出门再也不需要担心钥匙带没带，而且它的安全性也更高，真的是实实在在提高了生活质量。本来我爸特别反对换电子锁，我和我妈趁他出门旅行就把这事儿给办了，结果他回来以后，每次回家每开1次门都要夸他一句，真好用。接下来为大家披露一下我在免税店购买的护肤品的价格。我当时是在北京大兴机场入境，在 CDF 免税店购买，
他们有时候也会做活动，价格可能会浮动，所以请大家当一个大概的参考，你们看看在哪里买更合适。雅诗兰黛的第2代樱花水容量是400毫升，我之前使用过他们蓝色瓶的微精华露，觉得效果很好。导购说这款樱花水会更滋润一些，我妈妈比较喜欢滋润型的，所以选了这个，价格是703。本期视频说的都是人民币哈。雅诗兰黛的红石榴日晚霜套组，由于产品的保质期快到了，所以这个有额外的优惠，原价是788，折后价570，这个真的超级划算。我觉得我们能在到期前用完，所以还是入手了。资生堂的盼丽风姿眼霜，这是一套2支装，价格是544。不过后来我在日上的小程序里发现，它的价格只有498，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反而机场更贵。资生堂的洁面膏，这个清洁力度很好，价格是197。娇兰的地黄风姿复原蜜，2支50毫升装，这个超级好用，特别适合在秋冬治愈脸干，价格是1259。娇兰的卸妆油，价格是305，这个我以前没用过，这次尝试一下，如果好用的话，我会向大家推荐。Diptyque 的2款淡香水，感官之水和希腊无花果。感官之水更清爽，很适合夏天；无花果更甜一点，我觉得很适合秋冬。都是50毫升，价格都是680。欧舒丹的樱花润肤露，超大瓶的500毫升装，价格是237。这个我们把它当做护手霜来用的，大瓶的按压很方便，吸收性非常好，虽然香味比较浓烈，但在可接受的范围内。欧舒丹的乳木果润肤霜特润版，含25%的乳木果，因为我妈在冬天皮肤容易干燥，所以我选了这个滋润程度最高的一款，价格是237。SK-II 的神仙水和轻盈露搭配套装，价格是1313。其实 SK-II 价格这么高，还真是说不上来有多么惊艳的效果，可能一直以来滤镜比较深，就总爱买它，但是这批用完之后可能就不会再买了。今年夏天我还用了他们家的一些其他产品，我们在护肤记里详细分享。最后一个是契尔氏的高保湿霜，价格是366，这个是为了凑单添的，因为满7000会有赠品，是一套雅诗兰黛的白金系列旅行装，包含一个化妆包、洁面、精华水、精华液、眼霜和一个面霜，这个我觉得挺好的。这次的经验告诉我，机场免税店的价格并不一定比日上小程序里的售价低，因此如果你是在回国入境时购物，可以在当时使用小程序搜索并比较一下价格。那以上就是本期的内容了，有任何问题请给我留言，欢迎大家点赞订阅，我们下期见。